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！上次我们测试了一个瑞源的33瓦的充电器，这次厂家又送测一个67瓦的3口氮化镓快充。深圳瑞源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于2017年的充电器、蓝牙音箱等等数码产品的一个源头工厂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，一键3连走起！我们的频道需要大家多多的支持，后续更多数码配件产品的评测和拆解为大家奉上，谢谢大家。上次瑞源33瓦的氮化镓评测和拆解大家都看到了，瑞源实业的产品质量也算是很不错的啊。咱们话不多说，测试一下他们家的67瓦氮化镓。我们先开箱。首先包装盒正面两个充电器的实拍图片，这上面67瓦氮化镓快充充电器的标识，然后这些是商品信息，这里是 3C 认证的标识，背后的话就是一些规格信息、条码信息、制造商信息。打开盒子，充电器装在一个塑料卡座里面，内附一张合格证。充电器外部有一张塑料膜把它包住的67瓦 GaN 的标识，快充标识。整个充电器磨砂的质感，前盖部分为亮面的处理，插口这里有塑料的膜保护着，插口面板黑色光面的塑料材质，字面部分为磨砂面处理，型号是 RY-U67-EA2C， 输入100至240伏，全球电压。 Type-C 一口最大功率67瓦， Type-C 二口最大功率67瓦， USB-A 口最大功率30瓦。 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图。海拔2000米以下使用，双路绝缘，非热带使用，室内使用，不要扔向垃圾桶。充电器插脚为折叠设计，充电器连包装盒一起的重量 129.4 克，单充电头重量 110.7 克，充电器高度 58.1 毫米，充电器的宽度 45.9 毫米，充电器厚度 31.3 毫米。外观部分看完了，我们进入实际充电测试。进入实际充电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充电器支持的协议的情况。支持华为 FCP 的，最高24瓦功率， SCP 档位 3.3 至12伏， 0.3 安至4安，最高22瓦功率。三星 AFC， 最高24瓦功率， QC 3加5伏、9伏、12伏、3.6 至9伏。展讯的 SFCP PD 3.0 67瓦， PPS QC5 PP 3.0， 一共5个档位，最高档位20伏 3.35 安，67瓦功率。 PPS 的话有 3.3 至21伏的3安，这下面两个是基础功率。这个 Type-C 二口支持的协议跟 Type-C 一口支持的协议是一模一样的。这是这个充电器 USB-A 口支持的协议，有 QC 3.0 的5伏、9伏、12伏、20伏。三星 AFC 的最高25瓦功率，华为 FCP 档位最高24瓦功率， SCP 档位 3.3 至12伏4安，最高22瓦。联发科的 P1 1.1 P1 2.0。实际充电测试，我们先还是用小米的红米 Note 11T Pro， 可以显示正在快速充电，启动的是9伏3安的档位，实际功率15瓦左右。OPPO 系列的手机，我们用这个 KCX 来测试，可以启动绿色的快速充电标识，实际功率也是在15瓦左右徘徊。咱们这个三星的 Note 10加可以跑到26瓦的样子，我们采集一下它的数据。这个三星手机电量已经充到 81% 了，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最高的峰值功率可以到23瓦，然后降为20瓦左右的功率，充了26分钟，然后降到15瓦的功率，充了6分钟左右，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。从没有电充到 80%， 花了50分钟时间，充电速度也还是可以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温度，最高温度 48.3 度，我们室内的温度24度左右。这一部手机是没有开放 PPS 协议的荣耀90，可以显示正在超级快充，实际功率的话在20瓦左右，这个功率也算是可以的啊。现在还有 24% 的电量，我们采集一下数据。这个手机电现在已经充满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。前面22分钟都是21瓦左右的功率，然后降到12瓦左右的功率，一直到充满电，它的电压都是在9伏左右。这个温度的话也不是很高，最高温度 46.5 度。vivo 系列的手机，我们用这个 S18 来测试，这一部手机是开放了 PPS 协议的手机，可以显示 vivo 家的闪充标识，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3瓦左右。这个手机充电已完成，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。前面40分钟充到 95%， 都是23瓦左右的功率，一直起伏徘徊。
，95以后就逐渐的下降功率，一直到充满。整个充电时间用了47分钟，充电速度还是非常好的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温度图啊，起始温度45度是我们接着上一个来的，所以说它这个温度直接攀升到54.6度。苹果手机充电测试，我们还是用这个12 Pro Max 啊。现在这个手机是没有电的状态，这个手机的电现在已经充到87%了。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23瓦左右的功率，一共持续了17分钟左右，从17分钟到32分钟，一共14分钟时间，有很多功率波动的情况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充电器在强拉功率啊，然后充到42分钟的时候就降为14瓦的功率，然后慢慢的降功率，充到80%。从没有电充到80%，这个充电器一共用了57分钟，充电速度也是非常快的。我们来看一下温度，温度的话，最高温度47.4度，温度也不是很高啊。我们现在就是采集它65瓦持续功率输出的情况，用这个移动的储能充电站来模拟笔记本充电时候的情况。启动的是 PD 3.0 的67瓦档位，实际功率的话是65瓦。这个充电器已经足足运行了2个小时08分钟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功率还是65瓦，一直没变。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足足的65瓦的功率一直在输出，2个小时08分钟时间。我们看看温度，这个温度不低啊，第40分钟的时候，充电器的温度就到70度了，然后后面一直维持在70度左右，一直在徘徊。希望后续厂家把这个温度的情况调整一下，因为这个持续的满功率输出的话，给笔记本充电的时候非常烫手的。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这个充电器的转换效率的情况，现在是220伏50赫兹的状态。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待机功耗，经过2分钟的测试，插电的时候它的峰值功率有 2.1 瓦，然后后面一直持续的就是 0.5 瓦，平均下来的话，它的功耗也就是 0.5 瓦的样子。现在是5伏3安的情况下，220伏输出端 18.8 瓦，这边直流的输出端 14.2 瓦，换算下来转换效率至 75%。9伏3安27瓦功率的情况下，220伏输出端 31.5 瓦，这一边直流输出端 26.2 瓦，换算下来转换效率 83%。12伏3安36瓦的功率，220伏输出端 40.8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端 35.1 瓦，换算下来转换效率 85%。15伏3安45瓦的功率，220伏输出端 50.3 瓦，这一边直流输出端 44.1 瓦，换算下来转换效率 87%。这是这个充电器最高功率的时候，67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效率的情况。220伏输出端 73.7 瓦功率，这边直流输出端 65.9 瓦，换算下来它的转换效率 89%。现在我们测试这个充电器在110伏工况下的情况。首先看看它的待机功耗，2分多钟的测试，插电待机功耗峰值达到2瓦，然后后面的话一直就是 0.2 瓦，平均下来大概也就是 0.2 瓦的样子。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，110伏输出端 18.2 瓦功率，这边直流输出 14.2 瓦功率，换算下来它的转换效率 78%。9伏3安27瓦功率，110伏输出 30.9 瓦功率，这边直流输出 26.2 瓦功率，换算下来它的转换效率 84%。12伏3安36瓦功率，110伏直流输出 40.5 瓦的功率，这一边直流输出端 35.2 瓦功率，转换效率 86%。15伏3安45瓦功率的时候，110伏输出端50瓦功率，直流输出 44.1 瓦功率，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8%。20伏 3.35安67瓦功率，110伏输出端 73.8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端 65.9 瓦，换算下来转换效率 89%。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这个充电器的最关键的参数，就是它的交流文波输出的情况。我们用220伏的市电来测试，市电的话就是模拟大家平时应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。我们直接测试它的负载文波。5伏3安15瓦的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27.6 毫伏。9伏3安27瓦的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33.6 毫伏。12伏3安36瓦的功率，这个充电器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59.7 毫伏。15伏3安45瓦的功率，最高的时候 69.1 毫伏，文波表现还不错啊。20伏 3.35安，最高功率67瓦的时候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69.1 毫伏，没变啊。这个瑞人实业
出品的67瓦的氮化镓充电器。经过我们测试，可以看到这个充电器兼容性还是不错的。PD 公版协议的设备随便用，交流文波控制表现优秀，80毫伏以内。温度控制的话表现一般，大功率持续输出，温度有待优化。后续我们拆解开看看内部用料的情况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，别忘了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哦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